群养蜈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少基蜈蚣群养。这是我养少基蜈蚣的饲养缸，这原本是一个爬缸，我改造之后用来养少基蜈蚣。上方的盖子是可以拆掉的，但是我平时不敢这样，如果它们爬出来会比较麻烦。我们换个角度看一下，这样看得比较清楚。这个缸里边大概养了20-30条少基蜈蚣，在这些蜈蚣中有自然死亡的，也有拿去喂给其他宠物的。这些少基蜈蚣白天特别喜欢钻到土里边把自己藏起来，只有晚上的时候才出来觅食。它们特别喜欢扎堆儿，我估计这就是它们可以群养的秘密吧。这是我给它们准备的大水盆，它们短期内可以不吃东西，但是必须要喝水。干燥的椰土上到处是昆虫被吃光之后剩下的外壳。群养蜈蚣还有个好处，就是食物不会被剩下，都吃得干干净净的。椰土是干燥的，食物没有剩余，这样饲养缸的环境整体上就是干净的。我拿来一只杜比亚，喂给其中的一条蜈蚣。蜈蚣咬了上去，杜比亚尝试钻土，蜈蚣也钻了进去。杜比亚想逃，但是逃不掉，看这样子应该是被蜈蚣咬住了，但是呢我们看不到。我把它们身上覆盖的椰土全部拿掉，我们再看一下。这样看起来蜈蚣应该是咬住了杜比亚的肚子，但是我们还是看不到。我只有把杜比亚翻过来，我们验证一下。还真是，蜈蚣应该咬破了杜比亚，并且注射了毒液，但是你们看杜比亚的反抗依然很激烈。蟑螂的抗毒性还是比较高的，特别是这只杜比亚体型比较大。就在这时，来了另外一条蜈蚣，也扑了上去，咬住了杜比亚的头。但是这两条蜈蚣之间并没有打斗，它们共同进食着杜比亚。然后第三条蜈蚣参与进来，咬了最初的那条蜈蚣。感觉场面一度有些混乱，我都看不清楚哪个是哪个了。毕竟这些家伙们长得都挺像的，要区分开来还是比较难的。最后经过一番混战，其中一只蜈蚣牢牢地占据住了杜比亚，其他蜈蚣都在旁边看着，都不敢上来抢吃的。难道少基蜈蚣内部也有大小强弱之分吗？他们会认某一只为首领，或者某几只为首领吗？看来回头我得查一下蜈蚣的社会关系。接下来这只少基蜈蚣独享这只杜比亚，虽然也有其他蜈蚣路过，但是没有人上来跟它抢吃的。我也养过很多种蜈蚣，但是发现只有少基蜈蚣可以群养。当一条少基蜈蚣在进食，其他少基蜈蚣围在周围都在看着，当然也有蠢蠢欲动的，但是都克制住了。也许这种克制正是它们可以群养的奥秘所在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康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，我们下期见。